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最近有在关注能源和海洋工程板块的榜友，一定发现离岸钻井商的股价今年简直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好刺激啊！很多人都在问，现在油价波动这么大，这些天天在海上帮忙钻油的巨无霸公司，到底看值不值得期待？他们现在的股价到底有没有便宜可以潜？别着急，全球大投行花旗在出炉的报告里，帮我们做了一次超级详实的底层拆解。花旗非常有信心，现在部分龙头钻井商的股价其实已经被市场低估了，特别是 Seadrill 展现出了极佳的性价比，而深耕自生式平台的 BOR 更是潜力满满。如果您觉得海上钻井只是一个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夕阳产业，那今天我们就用最硬核的日租费率与重启成本，带您一窥这个深海巨无霸世界的真实面貌。首先我们要知道，要看懂这群离岸钻井商像 Noble、Seadrill 还有 Borr 的未来，最关键的两个指标就是日租费率与活跃平台数量。这就像是开出租车一样，您手里有几台车在跑，加上每天能收多少租金，就直接决定了您能赚多少钱。花旗这次做了一个非常酷的分析，他们把各家大厂在深海区域的订单本直接拿来和现在的市场现货价格进行标记到市场的动态比对，看看现在的股价到底把未来的预期定价得有多高。我们第一个先来看看行业老大哥 Noble 股票代码 NE。 花旗指出，如果我们用 6.5 倍的企业价值对折旧摊销前获利倍数来算， Noble 现在的股价大约是计价了它拥有22台活跃平台，并且每天的日租费率在42万5千美元左右。花旗分析认为，这个计价其实非常接近目前的市场平衡点。它代表什么呢？简单来说， Noble 现在的股价已经把目前的市场好消息基本买单了。如果想要让它的股价再往上冲，我们必须看到日租费率进一步向上狂飙才行。那如果 Noble 已经差不多到合理价了，谁才是那个真正被低估的宝藏呢？花旗把探照灯打在了 Seadrill 股票代码 SDRL 身上。花旗指出，如果我们用稍微保守一点的 5.5 倍估值倍数来算， Seadrill 现在的股价大约只计价了11台活跃平台以及大约40万美元的日租费率。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现货日租费率其实明显高于40万美元，这代表市场现在给 Seadrill 的定价相当于给了现货费率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折扣。花旗明确表态，相较于 Noble， Seadrill 现在的股价看起来明显更便宜，更具备吸引力。除了深海平台的 Seadrill 之外，这场海洋风暴里还有一个超级亮眼的主角，那就是专门做浅海自生式平台的巨头 Borr Drilling。 为什么市场上很多人认为 BOR 拥有翻倍的爆发力呢？这就必须提到浅海自生式平台极其紧绷的供需关系。花旗分析指出，由于过去几年全球在海洋油气开发上的投资相被克制，导致目前市场上可用的现代自生式平台数量非常有限。而随着中东与东南亚等地区对浅海开采的需求持续高涨， Borr 旗下拥有的超现代高规格自生式平台就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当市场供需紧绷到极点，任何一点新增的需求都会让自生式平台的日租费率出现非线性的爆发。这种高敏感度的利润弹性，正是全球聪明钱此时高度关注 Borr 的底层逻辑。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要怎么样才能引爆下一波日租费率的全面大狂飙，让这些钻井商的股价再飞一会儿呢？花旗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产业判断，那必须等到市场不得不重启那些高成本的闲置平台。大家可以把这想象成，现在市场上所有便宜好用的平台都已经被租光了，如果石油开发商想要更多平台，就必须砸大钱去把那些躺在港口里维护成本极高的钢铁巨兽重新唤醒。而要让钻井商愿意承担这笔高昂的重启资金，开发商就必须给出极其诱人的长期高额日租费率。花旗分析指出，一旦市场走到必须呼唤高成本重启的临界点，整体的费率天花板将会被彻底掀开，这将会为所有钻井大厂带来史诗级的利润爆发。不过花旗也冷静地指出，虽然高成本重启在未来完全有可能发生，但在现阶段，大厂们和开发商其实都还在按兵不动，互相试探。在正式调整未来的财务预测之前，花旗认为大家必须密切盯紧两大核心风向标。第一是中东局势的后续发展，
作为全球前海自升式平台最核心的发包市场，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动会直接左右沙乌地、阿美等超级油企的排产意愿与平台租用节奏。第二，则是各大油气开发商在最新财报季后所释放出的实质态度。我们需要看清这些开发商是真的打算大举追加海洋资本支出，还是依然维持保守的现金分红政策。华瑞认为，花旗这份最新报告用最冷静的标记到市场模型，为我们揭开了海洋油气硬皮开发下半场最真实的底牌。这是一场 Noble 稳定守成， Seadrill 展现超额折价，而高成本重启决定未来费率高度的系统性博弈。很多人以前总觉得石油服务股只是跟着油价波动的短期投机标的，而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随着陆地易开采油田的逐渐饱和，深海与浅海优质开采平台的稀缺性正在逐年攀升。花旗的分析清晰地告诉我们， Seadrill 隐含的40万美元日租费率在现货市场面前具备极高的安全边际。随着全球对能源安全与机载供应要求的提高，海洋开采平台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备用工具，而是转化为锁定长期能源产出的刚性硬资产。相反的，华瑞认为，我们在看待这个板块时，千万不要盲目去追逐那些高负债、平台技术老旧的尾部契约。在日租费率向高点发起冲击的过程中，唯有像 Noble 这样拥有现代化船队，或者 Seadrill 这样具备估值折扣的龙头，才能在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将费率上涨完美转化为丰沛的自由现金流。当然，我们在乐观看好未来的同时，还是要听听专业报告给出的小提醒，注意一下前线路上的小石头。花旗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2个需要注意的风险点。第一个大风险是全球宏观经济增长如果出现超预期的放缓，如果全球对原油的需求出现滑坡，导致原油价格暴跌，开发商们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暂缓或推迟深海开发项目的发包，这将会直接冷却市场对高成本重启的预期。第二个风险是平台重启过程中的技术与供应链瓶颈。重启一台闲置多年的深海钻井平台，涉及到极其复杂的工程调试与零部件更换。如果2026年下半年先进设备供应链出现中断，重启成本可能会大幅超标，进而压低钻井商的实际毛利率。华瑞认为，花旗这份最新报告用最客观的数据为我们梳理了离岸钻井商在利率高企与油价波动双重压力下的真实估值底牌。这并非一场无序的炒作，而是一场由深海现货费率支撑、估值折价提供防御、重启预期指引未来的结构性博弈。对于投资者而言，想要稳稳抓住这波离岸油服的红利，大家千万不要只看每天原油价格的小波动，而是要仔细观察日租费率是否真的开始转向高成本重启，以及各大钻井商的资产负债表是否足够健康。在接下来的实战中，大家重点盯紧2条线索。第一是看 Seadrill 每天的实际现货签约费率有没有如期向45万美元以上挺进，这直接决定了它股价折价的修复速度。第二则是看 Borey 在中东地区自升式平台的实质续约率与费率溢价，这2项硬核的指标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在海洋工程大变局中拿到超额回报的通关密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